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谭松韵留学艺兰香如故，杀青时间及拍摄安排解析。谭松韵留学艺兰香如故，杀青时间及拍摄安排深度解析，从横店高温到宣发博弈，古装大剧如何突围？在2025年的国产古装剧赛道中，《兰香如故》无疑是备受瞩目的一部新作。这部由谭松韵、刘学义领衔主演的古装大女主剧，早在项目立项之初就引发了行业和观众的双重关注。如今，官方终于在5月7日于横店正式开机，并公布了长达150天的拍摄周期。然而，从开机到预计杀青，《兰香如故》注定不会是一段轻松的旅程。天气、档期、剧本调整、场景调度，每一个环节都暗藏挑战，也因此更加引人期待。从春寒到酷暑，横店的天气考验剧组。原计划《兰香如故》应在4月底开机，但剧组最终选择推迟到5月7日才正式启动。表面看似是小小的延迟，实则背后包含多重考量。横店春季的倒春寒历来是剧组最怕遇到的冷箭。古装戏需要薄纱、轻衣，演员如果在寒夜里长时间拍摄，很容易生病，进而影响整体拍摄进度。去年已有不少剧组因倒春寒频繁停工，甚至出现主演高烧住院的情况，因此兰香如故果断做出调整。然而，躲过了倒春寒，却迎来了横店38摄氏度的高温。古装厚重，头饰繁复，演员在烈日下拍摄极其煎熬。尤其是谭松韵，她需要在剧中完成少女17到当家主母的身份跨度，造型从轻盈到威严，对体力与状态要求极高。剧组有工作人员透露，有一场谭松韵烈日下的哭戏，因情节需要反复拍摄近3小时，妆容差点因汗水全线崩坏。化妆组不得不一边撑伞一边随时补妆，最终才确保画面效果。可以说，横店的天气就是第一道拦路虎。演员档期的缝隙博弈，这部剧能如期开机，实际上是演员档期拼图成功的结果。谭松韵刚在4月底结束《我和我的命》的拍摄，就马不停蹄无缝进组《兰香如故》，他几乎没有留给自己休整的空档，足见其敬业与对项目的重视。刘学义同样处于事业上升期，手里有多部项目在谈，剧组为了锁定档期，可谓煞费苦心。业内人士指出，古装大剧通常需要至少150天拍摄，再加后期制作，若演员时间协调不当，很容易导致剧组被迫换角。而兰香如故能顺利聚齐原班人马，也算是一大幸事。但档期背后的风险依然存在，比如官方计划在10月左右杀青，但有传闻称剧组在拍摄中频繁连夜改戏本，这让不少业内人担心能否如期完成。毕竟，古装大剧往往因剧情走向、政策审查或临时创意而进行大幅调整，这些变数都有可能拖延进度。剧组的临场应变故事、暴雨、夜戏与场景调度，相比档期、天气和场景调度，则是剧组面临的最直观难题。一位参与拍摄的工作人员回忆，在一次夜戏中，突如其来的暴雨让整个片场措手不及，场记本被雨水浸透报废，剧组只能临时用手机照明，演员们在雨棚下对台词。这种艰苦拍摄的画面，几乎让人想起了20年前的古装剧拍摄环境。另一件让剧组头疼的事，是拍摄取景的被抢。据悉，原定的一处徽派古建筑群因另一部剧临时插入，导致兰香如故不得不连夜寻找替代方案。制作方紧急派出3组外联人员，最终在300公里外找到一处相似度达90%的场地，才勉强解决问题。正因如此，
剧组上下都流传一句话：兰香如故真是被命运推着走的剧。而观众在听到这些幕后故事时，反而更加期待这部剧最终能呈现怎样的品质。谭松韵的角色挑战，从少女到当家主母，角色跨度是兰香如故最引人关注的部分之一。谭松韵需要从少女时期的天真无邪，一步步成长为家族当家主母。这种跨度不仅是妆造上的变化，更是演技上的磨练。她必须通过眼神、语气、步伐的变化来展现人物的成长。化妆团队也面临极大挑战。少女时期需要突出灵动与清纯，而进入主母阶段，则需要展现威严与从容。妆发团队甚至为此准备了30余套不同风格的发饰与服装，以配合谭松韵在剧中身份的逐步转变。业内人士评价，谭松韵过去常被观众称为古装甜妹，这次如果能成功诠释当家主母，将是她演艺生涯的一次突破。双引号，后期制作、调色与音效的细节打磨。除了前期的艰难拍摄，兰香如故的后期同样充满野心。据制作团队透露，整部剧的画面调色将以青灰色为主基调，关键情节穿插朱红色点缀，以营造冷峻与热烈交织的氛围。这种配色方案颇具电影感，有望打破部分古装剧过度墨皮滤镜感强的质疑。音效层面，制作团队甚至在细节上做了创新，例如通过角色行走时脚步声的轻重变化来暗示身份的转变。少女时期的轻盈脚步与主母时期的沉稳脚步将形成一种无声的叙事暗示。这些细节上的用心，往往是决定一部剧能否出圈的关键。排播与市场，4季度大战将至。从宣发角度看，兰香如故大概率会在2025年4季度或2026年初寒假档上线。原因很简单，4季度是各大平台的流量争夺战，尤其是古装剧扎堆上线，往往能最大程度吸引观众。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同质化竞争严重。去年已有2部大女主古装剧几乎同期播出，结果导致观众出现审美疲劳，讨论热度被稀释。因此，兰香如故的制作方已经准备了多套宣发方案，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撞车局面。如何在大女主赛道中杀出重围？除了演员人气，更需要剧本质量与口碑发酵的双重保障。观众期待能否突破古装甜妹标签？对于谭松韵而言，兰香如故不仅是一部作品，更是一场转型之战。她过去在《锦衣之下请叫我总监》等作品中塑造过甜美、灵动的古装或现代角色，给观众留下了甜妹的深刻印象。但观众也在期待她能带来更多突破，尤其是在大女主古装剧这种需要强大气场的类型中。网络上已有不少讨论声音，谭松韵终于不再只是小姑娘的角色了。她演主母我挺期待的，眼神一狠，其实很有气场。别再甜了，演点狠的、稳的，才能走得更远。双引号，这些评论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对于演员来说，跳出舒适区往往意味着风险，但若能成功，则可能打开事业的新局面。结语：一部古装大剧的命运。回顾兰香如故的筹备与拍摄，可以说它承载了剧组、演员与观众的共同期待。从横店的高温酷暑，到夜戏中的暴雨狼狈；从演员无缝进组的敬业，到制作团队连夜寻找场地的紧迫感，再到后期在调色与音效上的精雕细琢，兰香如故本身已经是一部充满戏外故事的作品。它最终能否在2025年末脱颖而出，不仅取决于演员的发挥和制作水准，也要看市场的竞争态势。但无论如何，这部剧已经在行业内外留下了深刻印象。或许真正值得期待的，不只是谭松韵能否突破古装甜妹标签，
而是兰香如故能否在喧嚣的古装赛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位置。你觉得谭松韵能在兰香如故中完成华丽转型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